你在说什么？我当然不会就此止步了。新的把戏吗？还是说他们又来了？果然。又被离恶石像找上了吗？这一次时间这么久。琥珀街，斯卡德。是啊，的确太久了。沙弗莱，你其实并不怎么适合这一行，是吧？严肃点儿，说了多少次了，行动的时候要称呼代号。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向你形容。正发生在这片街区的大恐慌，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不过，你果然在回避我刚才就此逃离的建议。既然如此，在动身之前，我还有一些疑问。你为什么要加入灯？待遇比较好，至少不会失业吧？殉职除外。得了吧，即使是任务中造成的必要损害，报销经费也总是拖拖拉拉批不下来。你现在欠下的债务，再给灯多工作2辈子恐怕都还不清。这个应该不用太担心吧？只要灯还亮着，这笔账总不至于一直赖在我头上。然后在那之前，你就东借借西借借，勉强过日子，这和待遇好可矛盾得很呢。但至少，我们是在对抗一种不可辩驳的邪恶，对吧？离恶石像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具备所谓的正面意义。一份完全正确的工作，这还不够吗？一如既往的在避重就轻，我就直说了吧，你想要改变世界，对吗？在灯当中，无论你还是我，都平平无奇，可以被轻易替代，这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抱怨的。但偏偏比起真正的普通人，你又拥有那么一点才能。倒也没有吧。也不是在夸你，不如说，我觉得问题就在于此。我始终觉得，拥有的才能并不足够，要比完全没有才能痛苦得多。它让你不甘心于自己的庸常，觉得哪怕是这么一丁点的才能，哪怕只能做出一点点的不同，只要妥善办好力所能及的每一件事，就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微小而又切实的改变。通过自己的双手。斯凯德，你该不会是在借机敞开心扉吧？虽说不是什么固定搭档，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在任务中遇到了。你觉得我会有那么天真？因为归根结底，我和你是一样的人，只知道低头走路，不知道抬头看天。你还是少乱猜了吧。就算我真和你说的一样，我究竟要改变些什么呢？这就是你和我不太一样的地方了。我拥有具体的敌人，在知晓灯的本质之后，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彻底改变它，但我仍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己所能。也是因此，我才会来到这里，欺骗一些本会死在这里的人，让他们成为组织的叛徒，逃之夭夭。你说什么？算了，这样说下去你只会越来越困惑。距离战果出来应该还需要一些时间，我再带你走一段路吧。虽然我知道劝你离开根本不可能，但总归是想试试看。哦，那就是100年前的他吗？看起来很有干劲啊。所以我们这边的计划也算进行得相当顺利。时机正好。既然暂时见不到其他树，那么唯一的手段就是利用他自己的道路了。虽然只是猜想，但他的力量来源应该也和其他树一样。
只是表现方式有所差异。也就是说，他也一定和利托斯特一样，拥有某种不得不遵从的规则。原来如此，我们只有弄清楚这一点，面对他的时候才不至于那么被动。但鉴于他的性格，要想知道魄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概也只能直接看看他的过去。真不知道陈学姐是怎么说服多尼戈尔的。按理说，如果殉死是必须真心诚意的想要死亡，那魄气会不会是必须不断攻击别人之类的？只有不停给自己树立敌人，才能一直维持树的力量。不然，他又怎么会一直追着我们不放，而且一点道理都不讲？你说的这种可能性，虽然在愚蠢这一层面上很合理，但又在合理这一层面上很愚蠢。不过话说回来，刚才他们似乎提到了琥珀街大恐慌，如果我没记错，当时松雀是不是也在场？你知道些什么吗？啊？咱呀，这都100多年前的事了，咱也没那么好的记性呀。对了，灯姐呢？啊，不是说那边那个100年前的，就是今天和咱们过过招的那个灯姐，她应该也一起进到这里来了才对吧？或许他正在四处寻找我们。这么说来，我们还是快点跟上吧，万一跟丢了就不好了。道理确实是这样了。希望咱们这次运气好些，不要再像之前那样，又在这匣子当中被卷进什么奇怪的危险里。这些灯，我们在这里牺牲了这么多人手吗？但你知道他们因何而死吗？因为他们明白，即便是已经无望的局势，他们也必须做些什么。恰恰相反，是有其他人认为，这些人的命可以用来做些什么。我就直说了吧，他们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对抗离恶石像，而是以灯的名义围攻一个凡人。顺带一提，我们出动的人手是全部。他还活着。但不用多管闲事了。虽然不知道是哪一位，但他身上残留着树的气息。我是说，他死不了，我们不必停下来再帮他一把。事实上，你比我更不适合做这一行，对吧？虽说目睹这些残灯和目睹自己同伴的尸首无异，感到恐惧也是理所应当，但既然我们是灯的人，这反倒并不应该。用不着你提醒。你之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围攻一个凡人？简单来说，在今晚的琥珀街，有一个人正准备以他非凡的天资彻底降服离恶石像。据说他的作为将会让影子如同电与火一般，完全成为人类的工具。听起来离谱至极，但灯相信他的确能够做到。所以今天他们向那个人发起了一场突袭，意在将所有成果据为己有。对抗影子的组织，决定将影子据为己有。别装傻了，沙弗莱，你一直都清楚的，灯的一切研究都来源于影子，但与此同时，一个组织的声誉也往往取决于他的敌手。或许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灯就已经不能再离开离恶石像这种灾难了。没错，不是为了消除灾害，甚至不是为了抢夺彻底控制影子的手段。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将那个人赶尽杀绝，换言之，助纣为虐，让影子能继续以灾害的面貌存续下去。
你明白吧？恐惧，它最初也最根本的用途，在于统治。毕竟被人畏惧，事实上远比被人爱戴要安全得多。我们经常听说因爱生恨，却很少见证因切生勇。也因此，我想带你看看这个地方，看看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来确保某种灾难不会就此消去。好了，就到这里吧。前面已经不是我有胆量涉足的地方了。今天的事，没人知道灯能否成功，但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差池。我们的各种研究你也非常熟悉了，而对方无论多么聪明，终究只是人参。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收到了全员出动的命令。那么这个目标究竟有多么怪异，你应当可想而知。我不想受到什么牵连，所以在此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真相。我编出各种理由，想让他们知难而退，不要因为那悲哀的真相而白白送死。但你，如果我不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就没有任何机会加以阻止。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病人，怪异的病人。你自己难道从来没有注意过吗？一些你在执行任务时的习惯，毫无必要的激进决策，毫无意义的穷追猛打，在果断的表象下，是一颗急躁的内心。这很正常，在灯这种特殊的地方工作，这些都是必要的品质。我必须得做些什么。可因为这句话，今时此地才会死这么多人。但也因为这句话，我在即将叛逃之前会出于羡慕，试着救你一把。羡慕？我？羡慕你的怪异，羡慕你的弊病。我说过，自己拥有具体的敌人，离恶石像也好，灯本身也罢。事实上，当我知晓今天的任务之后，我也同样想着自己必须得做些什么。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选定的敌人根本无从战胜。如你所见，我现在已经放弃了。但你不同，在产生对抗之心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自己要对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你只知道利用自己有限的才能，哪怕只是多做那么一点点，事情就有可能转向更好的方向。所以你也就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直到你也成为那些残灯中的一盏。你走在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上，沙弗莱，你等同于将整个世界视为敌手，向存在着的一切无差别宣战。但直到你描述的那种未来成真之前，也没人能知道我是对是错吧？还是说，仅仅因为我们和掌控灯的那些人比起来微不足道，你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你不会再觉得一手一脚一点一滴能起到它的作用，而觉得真正的改变非得毕其功于一役不可？很遗憾，是的，对一个不能改变些什么的人而言，寄希望于他人创造奇迹反倒实际一些。我已经说的太多了，结果恐怕很快就要出来。无论它最终是什么样子，我继续待下去都很危险。所以现在你怎么想？我必须做些什么。意料之中。那祝你好运。我还以为作为同僚，也会像那种烂俗的巨木一样，为了保住我的性命强行把我带走呢。首先，我其实打不过你；其次，我也不想亲手杀死你。一定要去做些什么，哪怕自始至终都没有目的，那的确是你生活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放任你自寻死路，似乎才算尊重你的人格。所以，
告辞。奇怪，在离开之前，你就不能告诉我一件事吗？你究竟是哪位？直说了吧，你大概是见过真正的斯卡德，所以模仿的惟妙惟肖。不如说这种模仿相似到了，就像刚才那样敞开心扉的对话，在不久之前刚刚发生过一次。他曾经被人连结心灵，因此暴露了自己内心所有的真实想法，所以刚才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一系列任务的目的，我早就心知肚明。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再重复一次。不如说，从一开始，我就只是想从你这里套取某些价值罢了。哦，明知真相，却还是来到了这里吗？我说过了，我必须做些什么。也罢，就和我所有的失败一样，我总归逃不过一句百密一疏啊。那么，虽说我们再次相见并非巧合，但您也和他们一样，是为杀死在下而来吗？师父，嘘，这肯定是最关键的地方，你可别打断他们。不必惊疑，眼下的一切不再是刚才那般出于我手的厌恶，否则我至少会把自己修饰得更为得体。那些灯，你不错，在下即是你所心知肚明的那一界人身。很不幸，灯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论怀抱着怎样的目的，此地终究只有失败。无论是他们的，又或是我自己的。如果你想要一个答案，我毕竟是灯的一员，我并不介意成为这些灯的其中之一。我原以为你是来阻止这一切的，如你所说的那般，我们不应该毕其功于一役。因为仅仅凭借人身，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既然你有能力伪装成斯卡德，那当然也能伪装出组织全灭的假象。即使我的确有可能完全降服了离恶石像。所以，你做到了吗？没有，我失败了，败得惨不忍睹。与那些真正站在最高处，曾经切实摆弄过历史的人不同，出于某种自负，我常常在思考一件事：如果世界上存在一个绝对不会犯错的神灵，一切会不会有所不同？哼，难道你想成为一位神吗？倒也没有自负到那种程度，只是想创造一位神而已。理所当然，我失败了，但尽管比起我曾看见的事物，可以称得上微不足道，让灯倾巢而动的成果，却也并非空谈。影子将不再是一种灾害了吗？为了避免自己的组织鸟尽弓藏，他们来到这里，但最终的结果是和自己的敌手一同被彻底埋葬吗？并不尽然，不如说，我失手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一个必将到来的末日，而我如今所得到的回赠，
只是经受这种惩罚后所获得的微不足道的宽慰。在你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我赠予了你一件礼物。当然，今时此地，你并非是唯一一个获得它的人。人有七名，假以时日，他们从影中得到的异禀将会因这份赠礼而非比寻常，他们将行走的道路将让他们成为近似人中之神的存在，也会让他们在我亲手创造的末日到来时成为宛如救命稻草一般的应对手段。这里应该说我们才更确切。你想多了，我和你刚刚杀死的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恐怕并非如此，如同那位想要殉死的凶犯，如同你曾亲自领略过的结合，以天下为之龙，你我都在其中。至少从我的角度而言，我们并非初次见面。正因方才所提及的弊病，又或是我还尚未提起的笨拙，所以你也应该明白，我们此刻的交谈并非出于你的力量。比如，尽管在格斗能力上你要强于那位名为斯卡德的同伴，但在对付影的本事上，你却远远逊色于对方。管得倒宽。确实，毕竟我不经你的同意，就已经为你定制了那份礼物。得到了它的你，自此之后，便能将离恶石像全无拘束地作为自身的力量，以最适合于你的面貌。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变化。那倒也正常。说来惭愧，我并未能参透这种礼物的起源，仅仅只能仿制它的厌恶。但这倒也无伤大雅，毕竟即使我直观地提起星之环这一称呼，恐怕你也只会越发困惑吧。星之环？按照他的意思，那甚至还是他自己仿制的星之环。世界之大，还真是无奇不有。听这意思，你们听说过那东西不成？我只听说过。算了，一时半会儿也确实很难解释清楚。但按这架势来看，这种仿制品，难道就是受用来操纵影子的缰绳？这样判断还为时尚早。或许在他展现出自己作为树的能力之后，我们才能……怎么了？仔细想来，在之前的交锋里，他总是能追上我们，对吧？是这样没错。所以呢？此时此刻，他也的确和我们身处同一个空间，对吧？所以，他有可能到现在还既没有找到我们，也没有找到另一个他自己吗？不会吧，你的意思该不会是……也许我们看到的根本就是残缺不全的数据，就像我们之前也扮演过其中的角色，而正站在那边的，就是真正的灯。虽然只是一种猜测，但也许他从进入这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没时间了，我们现在就得打乱他的如意算盘，不然幻境中的他，也要和外面的他一样强大了。这还真是突然就……不对劲，这些怪物似乎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我猜错了什么吗？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我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了。你所认定的手段，会让这份赠礼无法为你带来任何殊益，它反而将永世成为你的负累。哼，这样反倒更合我意。现在才意识到，不觉得为时已晚吗？如猜想中一般，你们的确在寻找我的破绽，结果却只见到了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刚才是否听清了松雀那位师傅的总结，不过我倒是愿意将它再强调一遍。所谓星之环，对那时的我来说，它只会把那些影子中诞生的灾异源源不断地送到我的身边，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是否能在这幻境拿到星之环，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没错，我的力量虽与它有关，却只在魔力的角度上有效。所以，名为破气的飞术之术，在此之前，你只是在使用人身和道具的力量与我们交手。你的确得到了术的能力，但它唯一的作用其实是永远为你提供敌人，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切实有效地做些什么。通过变成行走的灾星，你成为了每分每秒都在铲除威胁的卫士。灯姐，原来这才是你那么强的原因？因为将自己的战斗技能从那时起整整磨练了100年吗？仔细想来，我是没对你讲过个中原委。一个人的声誉取决于他的敌手，只可惜此时此刻，倒也无法顺势而为了。还没意识到吗？倘若按照你们自己的计划，现在你们应该已经被那些影子彻底淹没了吧？但很可惜，这终究只是一段记忆，不能复现当时的全景。在我看来，你们的实力与这些每时每刻都会出现的威胁并无区别。如果你们还打算与我较量，那么请明白，一个人的破绽，有时也正是他的优势所在。既然这些怪物已然成为过去，那么现在就由你们代替那些无尽的对手。让我来做点什么吧。